Hello，大家好，我是小晴。今天我准备出一个新手入门必备的材料包视频，因为有很多小姐妹们都在问我，然后那个材料包要去哪里买，所以我就整理了一下，做了几份不同规格的那个材料包，已经在我的店铺上架了，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去参考一下。然后一共有3种不同的规格，下面我就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比较全的这种套餐里面包含的这个内容吧。这个就是一个比较丰富的材料包，然后里面包含的东西比较多，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都有哪些配件。首先就是这样子的卡纸，然后我给大家准备的是这种免裁的卡纸，就是不需要用剪刀，然后就是这样子用手抠下来就可以使用了。这个比较特别好抠，所以大家在用的时候要温柔一点。然后这个是白色的卡纸。这个硬度是300克的，大家可以自己画花瓣，然后用剪刀裁下来之后，再做缠花。然后就是这个蚕丝线，这个套装里面这个蚕丝线一共有24种常用的颜色。然后大家在用蚕丝线的时候一定要保证，双手要洗干净，然后手部要比较光滑，就是手上都没有那些毛刺啊。倒刺什么的，这样子，因为它特别容易起毛，所以大家一定要保证这个手的光滑度。然后我平时录教程的那些视频里面用的都是丝绒线，比较亮，它的效果比较好看。但是那种丝绒线的话，相对于这种蚕丝线可能比较容易划线，所以我给大家准备的是这种比较简单，用起来比较简单，但是缠出来也特别好看的这种蚕丝线。然后这个蚕丝线的话，就是打开之后就是这样子，然后线头在这里，大家用的时候把这个线头解开之后把这个线绕在绕线板上之后就可以使用了。然后这个蚕丝线大家在用的时候也要劈丝，把它1分为2，劈成2根之后再合到一起缠哦。然后就是有4卷筒丝，都是0.3毫米的，3卷不保色的，1卷保色的。这里给大家配1卷保色的，是因为就是缠发簪的时候，像这一种山茶花，我就放了这个珠子嘛，然后这个筒丝就放在外面，所以这个一定要用保色的，不然时间长了它就会变色，氧化就不好看了。然后这个花瓣里面的铜丝就可以用到普通的铜丝，因为它藏在里面不会露出来，所以这个不保色的铜丝就可以用在这上面，然后保色的铜丝就用在这种珠子上面。然后就是簪子的主体，然后就是各种珠子类，然后我都放在收纳盒里面去了。然后这里面，收纳盒里面放的都是珍珠，大小也有不一样的。然后这个是花蕊，这个是圆珍珠，然后其他的是米型的珍珠。然后这里配了一些小的，小金珠，是3毫米的小金珠。然后还有一包就是这样子的仿珍珠。这个小金珠和仿珍珠的话，大家可以用来做这种葡萄啊、浆果之类的。小果子，这仿珍珠孔比较大，比较适合做这种浆果。然后还有花蕊，花蕊的话就是平时做花里面上的一些花蕊啊。然后还有这个 QQ 线，这个就是用来绑簪，像这种就是 QQ 线绑簪的话，绑的比较牢固，而且你松掉手之后，这个线它也不会松。
是特别好用的，所以就配了这个 QQ 线。剩下的就是一些工具部分，有剪刀，然后还有这个钢丝钳，然后就是双面胶。双面胶就是比较适合新手用来缠花瓣的时候贴在花瓣背面。这种做法我在新手入门第2期的视频里面也有教过大家，不知道的话可以去看一下。然后还有这种白乳胶，还有就是镊子、绕线板，还有一个绕线器。下面我来示范一下这个绕线板的用法。主要是教一下大家怎么使用这个绕线器。如果大家嫌麻烦的话，也可以不用。就是你线比较多的话，用来绕线还是很方便的。拿出你们的那个收纳盒，然后这里绕线器这里有一个缝，把这个夹在这个收纳盒的最边缘的地方，这里要使点力气把它夹紧。然后这里取下这个椭圆的固定器，把这个绕线板放到上面，然后这个圆要塞到这个绕线板的圆里面，然后卡进去之后，大家就把这个里面这个圆跟外面这个绕线器的圆圈对在一起。我感觉这个就比较牢固了，然后不用上这个。如果觉得不牢固的话，可以把这个椭圆钉再上进去，给它固定住。OK， 这样子就固定好了。然后我们拿出弄好的线，我先把这个线来解开。然后大家注意手尽量不要刮到这个线，不要让它起毛，不然的话起毛之后就不好看了，产出来的花就不好看了。然后这里抽出线头之后，把这个线放在旁边固定好，不然等一下会一团乱。然后把这个线卡在这个绕线板的缝里面，然后这里头可以留长一点。然后这里开始把这个线头固定住，先用手绕几圈固定住。然后固定好之后就扯着这根长线，然后开始绕，就一直绕到最后把线绕完就可以了。这里在绕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长的这一团线，千万不要把它绕得乱七八糟，一定要扯紧之后，然后这里才开始绕。这个线缠完之后，最后把这个线头卡在这个缝里面就 OK 了，然后就可以取下来。取下来之后放到你的收纳器中。然后这个材料的话我都已经上到店铺了，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参考一下。好啦，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